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全球金融市场正迎来一场无声的巨大风暴，这场风暴的源头竟然是日本。日本利率急升已经向全球扩散，引发了美债与欧债全面遭遇抛售。这绝非偶然现象，而是多重利空交织引发的连锁反应。美国与欧洲债券殖利率曲线呈现熊市陡峭化，长期利率上升远高于短期利率，实质利率暴涨，让现货债券对比交换合约显得极度便宜，债市供需关系正在急剧恶化。野村证券报告指出，这次债市急跌是由多重原因共同促成的。首先是中东地区停战协议期待下滑，导致油价上涨，引发避险情绪。其次是英国政局出现不稳定，加上美欧降息降温，升息预期再次抬头。在日本国内，通膨政策转型预期也面临着降温。野村显示，在即将召开的 G7 财长会议上，全球利率飙升虽被列为议题，但各国极可能互相推卸责任或转嫁给中东。一旦无法达成共识，债市卖压将进一步加剧。野村分析，美欧目前正面临着从降息转向升息的政策视角转变，而英国受政治动荡困扰，日本也面临财政隐忧，以及市场对日本银行落后于直利率曲线的强烈质疑。在此复杂环境下，日前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与日美财长会谈都未能有效降低潜在风险，导致债券投资人的心理防线一夕崩溃。华瑞认为，全球债市的动荡本质上反映了各国在政策协调上的严重失序，这种失序将让全球金融系统承受更长期的高利率阵痛。野村指出，自去年11月起，全球长期利率的上升趋势就已经非常明确，这背后的底流在于全球景气逐步走出关税冲击，市场对于经济触底抱持着极大的期待。然而在景气回温之际，主要国家却依旧维持着刺激需求的扩张性财政与金融政策，这无疑给通膨增添了新的柴火，进而推高了强端的利率水平。华瑞认为，在经济复苏期继续实施扩张财政是一种典型的政策配置失当，这会让中央银行在抑制通膨时陷入更被动的境地，进而引发市场对坏利率上升的广泛担忧。野村显示，日本股市目前正受到全球高利率的强力压制，虽然经济复苏期待与股市抗跌力并存，但政策错误风险正让坏利率上升的色彩越来越浓。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银行股正成为一项关键指标。在上周五，当债券利率大幅攀升导致大盘崩跌时，日本银行股却呈现逆势上扬，且自4月份日本银行会议以来，银行股便一直维持着上升势头。华瑞认为，银行股与大盘的走势背离，凸显了市场资金正在疯狂寻找能从利率上升中直接获益的避风港，这也预示着日本超低利率时代已经彻底终结。野村分析，日本本土债券市场正面临着日本发起的金利高透过海外管道再次反弹回本土的循环效应。目前市场对日本银行在6月份升息的期待已经非常高，升息几率达到了 79%， 这使得长期以及超长期国债的资金供需关系成为全市场焦点。野村指出，年初预测中的最大风险，也就是在景气触底与降息预期消失下，日本当局无法妥善应对利率攀升与日元贬值。如今这个最大风险已经完全变成了现实。华瑞认为，这表明日本官方在应对多重危机时，政策工具箱显得相当局限，缺乏果断的政策转向，正让日本在汇率与债市之间两头受气。野村显示，日本若想摆脱目前的困境，唯一的应对策略就是修正所谓的沙奈诺米克斯，也就是高市经济学，必须在财政、金融与外汇政策上全面退出通膨扩张路线。然而，高市证券似乎将当前的高利率与日元贬值完全解读为海外因素所导致，目前正消极等待中东局势稳定，希望事态自然好转。虽然外汇再度介入与债券介入的传闻在市场上甚嚣尘上，但从黄金周期间外汇介入的成效来看，其对修正日元贬值的实质效果令人高度怀疑。华瑞认为，如果仅靠短期的外汇干预而不进行根本性的政策转向，任何干预措施都只是在浪费宝贵的外汇存底，无法根本上扭转日元的弱势。野村分析，本周举行的日本银行债券市场参与者会议将对国债买入，也就是量化紧缩进行中期评估。虽然多数市场人士希望日本银行能持续减少国债买入额度，但回顾去年，日本银行出于对国债供需关系的担忧，最终选择放慢了减少买入的步伐。然而量化紧缩减速等同于日本银行在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暗中背书，
这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市场对日本银行落后于直利率曲线的强烈担忧。华瑞认为，日本银行在减量买债上投鼠忌器的态度正逐步侵袭其货币政策的公信力，一旦公信力完全丧失，日元与日债将面临更大规模的抛售潮。野村显示，截至5月12日，外汇市场的投机性持仓数据中，做空日元的部位出现了再度扩大。与此同时，做多美元以及做多欧元的部位也都在同步增加。在此之前，日元空单部位因为外汇介入一度缩小了约4万口，但随后又有约15000口空单被重新卖出，这与黄金周结束后日元对美元跌至158字头后半的弱势表现完全吻合。目前做空日元的未平仓余额虽然只占了近期历史高点的 74%， 但对比2024年夏季的高点，储备比例仅仅只有 41%， 这意味着日元空单部位在未来依然有着极大的扩大空间。华瑞认为，投机资金的迅速回流说明市场看空日元的底层逻辑并未因官方干预而发生实质改变，利差交易的巨大诱惑依然在主导着国际热钱的走向。法国巴黎银行报告显示，目前日本债市利率已经显著飙升，5年期国债殖利率达到了 2%，30年期国债殖利率达到了 4%， 而10年期国债殖利率更一举超越了 2.7%， 这些数据都是基于单利基础来进行计算的。法巴指出，推动这一波利率狂飙的其中一个重要驱动力是日本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政府可能正在讨论提前编列追加预算案，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给日本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关于这份追加预算，多份报道都提及有一项提案，要求增加2026财政年度的预备金制度。在新冠疫情期间，日本政府曾建立了大约12兆日元的巨额预备金，但其中绝大部分最终都处于未使用状态。法巴分析，在如今的高利率环境下，为这类巨额预备金支付利息的成本将会变得极其庞大，因此即使追加预算案获得通过，这项预算也很难演变成大规模的财政支出项目。如果最终预算能控制在5兆日元之内，那么增发新国债的实质压力将会非常有限。华瑞认为，这表明日本政府在财政扩张上正受到高利率的隐形紧箍咒制约。过去那种肆不忌惮编列超大预算的做法，在利率上升期将面临无比高昂的代价。法巴显示，观察截至2026年3月的累计税收，2025财政年度的税收收入预计会有温和增长。即使真的有发行额外债券的需求，预先发行的国债以及发行短期债券也足以应付这笔资金缺口。然而更具影响力的是秋季的追加预算以及下一年度的原始预算编列。2026财政年度的原始预算正按照识破贸政权的概散要求进行准备，但是为了纳入高市早苗风格的政策措施，例如调降消费税等，日本政府可能会推出规模堪比去年的追加预算案。2027财年的原始预算案将成为高市政权下完全主导的预算案，这极可能演变成一笔超大规模的预算。华瑞认为，高市早苗的财政风格倾向于强烈扩张，如果消费税调降与大额支出同时并行，日本未来的财政赤字将面临失控风险，这也是全球债券投资人最为担忧的噩梦。法巴指出，与财政隐忧相对应的是日本个人国债，也就是零售国债，在过去2个月内销售情况极其火爆，销售额已经达到了1兆6600亿日元，如果折算为年化速度，相当于每年高达10兆日元。这远远超出了2026财年预算中5兆9000亿日元的国债发行展望，说明日本散户对当前利率水平的国债展现出极其强烈的购买热情。华瑞认为，散户资金的疯狂涌入在短期内为日本国债市场提供了一剂强心针，这股庞大的本土力量正成为日本政府对抗外资抛售的重要挡箭牌。法巴分析，关于在去年追加预算案后减少了8兆4000亿日元的短期国库券，目前本来就存在着追加发行的空间，如果外汇干预采取冲销干预，那么减少融资券将会创造出更多的发行额度。此外，全新的2年期浮动利率债券也计划从2027年1月起正式开始发行。基于以上种种因素，即使秋季追加预算或是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原始预算规模庞大，只要金额不出现极端异常的膨胀，日本政府也太不可能被逼迫去进行不合理的利息负债扩张。然而，值得担忧的是，日本政府官员目前对待日元贬值的轻浮态度，官员们甚至私下将日元贬值形容为美滋滋或者是笑哈哈。
这种乐观的氛围正引发市场极大的忧虑。华瑞认为，官方将汇率贬值视为某种短期红利，却忽视了其对输入性通膨与国民购买力的长期摧残。这种政治心态可能会让日本在未来的决策中犯下更严重的错误。从野村证券与法国巴黎银行两大机构的研报来看，日本当前正处于股债汇三面夹击的十字路口。尽管本土散户高达10兆日元的年化购买力暂时稳住了国债的发行大盘，但高市经济学的扩张性财政预期与日元投机空单的高水位残留，依然是悬在全球金融市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投资人在参与相关资产配置时，应高度警惕利率剧烈波动与日元汇率失控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市场并无保证获利的绝对避风港，保持资产的多样性与灵活性，才是应对这场日本引发的全球债灾最稳健的策略。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